今天将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且快乐的日子，因为我会收到10年前的我给自己寄的一封信。哎，是不是很奇妙？那么现在我们就去把信拿回来。一路上我来告诉大家这件事是怎么回事。是这样的，我在10年前的2010年的10月5号这一天，给自己，也就10年后的现在的我写了一封信，询问了一下我现在的情况，但是具体里面问的什么问题呢，我已经忘掉了。那么这封信呢是藏在我原来的家里的，我现在呢就需要回家把那份信拿出来，我们再来看一看里面到底写了什么，问了我自己什么问题。我是哪个要的声音我啊？什么？我把这个信藏在哪里呢？2020年10月5号10点钟开，现在是10点02分，刚刚好10年前，跟10年前的现在正好重合了。还有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小时候写的情书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东西拿回家。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当时写了啥。我们要拆封这一封信，10年前我写给自己的信。哇，我写了这么多！哇，你写了2页！哇，我不太敢看。我觉得不是，我觉得我写这么多肯定是写的很煽情、很感性的，因为我以前是一个这样的人，所以我现在不太敢看。我以为是列了一列一列的问题问我的。我来读吧。现在是我上面写了我的班级、学号、姓名。现在是2010年10月5号，虎年庚寅8月28上午10点整。今天天气很好，这封信需在10年后的2020年10月5号打开。这么巧了吗？今天天气也很好。跟10年前一模一样啊！我现在坐在床上写这一封信，好久不写字，字有点丑。你现在跟谁在一起看信？跟我老婆。结婚了没有？小音乐出生了吗？结婚了，但是没有生孩子。没有生孩子，也不决定生孩子，要跟以前的那个自己跟说一声，我们不生孩子了。但我结婚了，跟我老婆一起在看这个信。哇，这个感觉好像穿越一样，对吧？讲一讲现在吧，就讲一讲10年前那个。今年国庆放假9天当时放了9天从9月30号到10月8号都是假期，那今年放了8天。对，手机里面在放歌是杰伦的那现在还是听杰伦的。自从2007年进入卫校20班，现在第4年了。当时还在上课，还在读书，我还没毕业，日子很充实，因为有大家一起走下去。现在的我相信我们班是最强的，不知道你是怎么想？我现在也相信我们班是最强的。10年的日子过得很快吗？挺快。不，我觉得说快是快，但是也10年之间真的发生了很多的故事，所以我想告诉10年前的自己，这个10年过得很精彩。卫校的日子让我变了很多，我现在没有女朋友，所以还是会有一点寂寞。虽然我已经在那天2月11号享受到了男人的幸福。这是什么鬼？不过我还是希望永远都是纯情的。纯情的男人。我不敢看了。快点，我就在你旁边，快点读。我以前真的是个很内向、很感性的人因为我是巨蟹座的，我特别的感性，而且我是有一个双鱼座抚养长大的巨蟹座，所以太感性了。所以我现在跟以前完全是2个极端，我现在基本都是没有感性，只有理性了。就是因为10年间走过的这些路，长大了，让我发生了这个改变，完全从一个感性的人转换到了理性的人。所以这个事，10年之间真的发生很多的事情。前一段日子我过得很寂寞，感觉没有人陪，因
又在那里吵了，真的好可爱。我弟弟弟弟10年前弟弟，2010年10年前弟弟才几岁？3、4岁，才4岁，现在已经长大了，会玩王者荣耀了。就是那个前2期一直在玩游戏的弟弟。自从那天跟朱分开后，也就是在3月初，我开始打乒乓球。某个女朋友吧？第一个女朋友啊，初恋，差不多吧？不是谈1年的那个，不是。你接着来。现在打的还可以啊，不过我现在也打乒乓球啊，我还是喜欢打乒乓球，日子过得很开心。我在招乒乓社的人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学校乒乓社是我创的。我们学校的乒乓社是我创的，因为我当时打乒乓球，但是也没有什么乒乓社的人，但是有篮球社。我说我干嘛不搞一个乒乓社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我就搞了一个乒乓社。时间也在指尖流逝，写错字了，还是个错别字。甚是开心。现在的你过得怎么样？梦想还是那个吗？哪个？现在的我过得压力很大。说真的，我很怀念10年前的那个自己。我相信你一定不会忘记的。我一步一步的改进的梦想，我要成为被世人瞩目的男人。这就是你的梦想。开走酷，我来玩大路。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成为被世人瞩目的男人，但是我可以告诉10年前的自己，现在我有很多的粉丝都很喜欢我们，都很喜欢我们家的小猫咪，所以也算完成了被世人瞩目的吧。对，被部分世人瞩目。部分世人，对，也算完成了一个小目标。如果你忘记了，那我现在激励你，你要为梦想扬帆。人不可以没有梦想，你一定会成功的。加油，加油！哎呦我操！哎呦，哭了。这个我激动，从小就一直想那种被认可，因为家里对我的要求很高，所以我一直想完成自己的梦想。所以我10年前的自己和10年前的后自己都是一样的。我有一个目标，我一定要去完成。载入史册并不难，难的是努力的路上不要为时间的流逝感到叹息，因为就算你头发苍白，你也要坚持的走下去，不要让别人看不起你。还记得那些承诺吗？2018年买自己的房子，35岁前买奥迪 R8，或者更强大的车，千万不能忘。2018年真的买了房子，我还是完成了。我记得很牢，我的确是在2018年买的。然后2018年买房子的这个想法是我在2008年对我姑姑说的，然后我跟她说10年之内2018年我一定会买到自己的房子。然后没有想到2018年买房子的时候，正是10年前我跟她说的那个姑姑给了我钱，帮我付了首付。现在我们也在靠自己的努力去把这个首付还清了。但是不幸的是2019年我姑姑就去世了。在还没有出学校前，生活像电影一样，感情、励志、动作都有。我的好奇心和想象力还是很好，我把生活梦得多唯美。不过生活嘛，还是实际点好。可那是懦弱的人才会想的，别被现实打败。就算是白日梦，也是要努力了才会有的。不努力的人才会说现实有多残酷。你帮我拿餐巾纸吧。哎呦，被10年前的自己感动到了。哎呦！因为一个年轻人刚刚在踏入社会的时候，踏入社会前，肯定会有很多的梦想，肯定会有很多的梦想去完成，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，很牛逼的人。但是很多人在工作之后，慢慢就会被时间、被工作打磨，消耗掉自己的意志。我很感谢10年前的自己，还能提醒我保持当初那份热忱的心。写了1页了，回想2010年或是以前了吗？有回想，当然有，很感谢10年前的自己。
虽然我不知道你现在生活过得怎么样，世界变得怎么样，但是我和你一样，我也在想旁边的手机里放的歌，总是可以记录生活的点滴。音乐是最好的朋友，让你回忆，让你叹息，让你感动，让你铭记。想过没有回以前的学校看看？昨天跟老师正好吃了一个饭，但是我最近几年都没有回学校去看，因为学校它也整修了，我们以前学校的样子现在都已经改了，造了新的房子。我知道你要面子，所以一定要帅帅的去。现在还行，不算太丑。再去看看，和同学吃顿饭。正巧我昨天前段时间都跟同学们都朋友们都吃饭了。对，所以真的很巧。10年前我写这封信的时候，正巧10年后的现在，前面2天我都在跟朋友跟同学一起吃饭。现在我已经感叹时间过得太快，所以一定要珍惜。想到就去做吧。觉得吗？我是和他人不同的，不管在哪个方面，我相信这都是有益的，要利用。你可是要震撼世界的男人啊！年轻对自己的期望总是很高的。对了，2010年是世界杯，对，那一年有世界杯。今年是我第一次这么认真的看球，决赛是荷兰和西班牙，赢的是西班牙。可是吃牌有点多啊！对，当时荷兰跟西班牙那一场，双方都是为了争这个世界杯的冠军，所以很多人都犯规了。我还记得当年伊涅斯塔，还有其他的人。2018年你去看球了吗？我当时想说2018年要去世界杯看球，在家里看了，我们俩。但是我2018年在自己的家里看了，我没有去世界杯看球。要提的是海贼王。我在2010年可是很迷的，昨天看了大事件中的1集，现在还在看吗？没错，我现在还在看。对，每周日。海贼王2020年10年过后，每周日的12点，我还在看海贼王。当时的大事件，10年前的那个大事件，就是路飞去海军基地，马林凡多救出他的哥哥艾斯。路飞有怎样吗？还是桑尼号吗？还是10个船员吗？很激动，因为10年前路飞只有9个船员，但是现在路飞的确有10个船员了。告诉10年前的你，第10个船员是七武海圣平。去年化学比赛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叫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当时举办了一个化学比赛，我代表我们学校去参加了整个市里的化学比赛，我得了第2名。然后化学比赛的时候认识那姑娘叫是，她说我爱的很用心，她说。对，那个是我真的第一个很喜欢的姑娘，因为这个姑娘真的是非常聪明，她能理解我现在想的东西，所以我自那个姑娘以后我都很喜欢很聪明的姑娘。我觉得我对聪明的姑娘没有抵抗力，就是她越聪明我越感觉那很厉害。奶奶还是那么的烦，字真丑。是的，我想告诉你，奶奶现在还是挺烦的。不过奶奶年纪大了，现在奶奶已经80岁了，79、80岁了。不过我现在住船，奶奶现在是一个人住。怎么回事？我要努力练字。没有用，他现在的字比这个时候还要丑，大家知道吗？没有用。我想告诉10年前的你，不需要练字，因为现在都是电脑，都是手机，全是打字，没有人会写信了。什么时候你都需要朋友吧？现在的我可是很相信朋友，不过不是盲目的。我现在也很相信自己的朋友，我的朋友也对我很好。快吃饭了，有点舍不得你，让你负担这么重，不过相信是有回报的。说到吃饭，外卖来了。喂，你好。10年前的自己正巧要吃饭了，10年后的我现在也要吃饭了，要回信给我，尽管我收不到，为你加油。2010年10月5号，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。2010年10月5号，我以为我当时写了很多的问题，你现在怎么样？过得怎么样？赚多少钱？对，前2天还在跟我说。我没有想到我是写了整整的2页纸，我也做到了10年前自己对自己的那个期望。这10年，从18岁写下这份信到现在28岁，
这10年是最活力青春的年纪，充满无限的可能性。你还记得你的18岁吗？那个年少轻狂，敢许下任何愿望的年纪，那个想去大展手脚打拼天下的年纪。但是进入社会之后，被随之而来的现实无情打脸，被社会磨平了棱角，变得圆滑，被家庭催促结婚生子，放弃离开家乡去大城市打拼的想法。10年可以改变一个人很多，但总会有人记得18岁的承诺，也肯定会有人继续坚定不移地为自己当初许下的愿望努力。我做到了，那么你呢？付出所有的青春，不留遗憾，向前跑，迎着冷夜和潮汐，生命的广阔不离寂不难，怎能感到命运它无法让我们归地球绕，就算鲜血洒满了怀抱。大家可以把你们18岁许下的愿望写在评论里。如果你现在正好18岁，也可以写下你对未来的展望，10年后再回来看看。2030年的10月，我还会在这里等你们。那么这里是音乐云文，记得点赞，我们下期见。我要给10年前的自己回一封信啊，我已经写了出来，但是呢，现在我用打印了，不用写字了。大人时代变了哈，这个变化的确很大。好，我来读一下。给10年前的自己的回信：你好，音乐同学，我很准时的收到了你的信，我果然忘记了自己到底写了什么内容，但是看信的这一天，2020年10月5号，天气也格外的好，就像10年前的这一天，而且我是跟自己的老婆和屏幕前的观众一起看的内容，特别有意义哈。我现在做自媒体，就是一个拍视频的，没有想到吧？这个技能是在2013年的你的3年后学会的，这是我剪辑的技巧啊。但是你写这封信的时候，肯定没有想到这么多人在看，所以写的有点放肆。不过没事，我的脸皮也挺厚，但是小音乐应该看不到了。我们决定丁克了，就是不生孩子的意思。虽然10年过去，我还是原来的我。我前几天跟朋友吃饭，下这个胖子得了眼疾，快失明了。啊，就是我前面几集带那个胖子去三亚的那个视频里面那个胖子。很可惜，小智都结婚生子了，老师也结婚生子了。好，这里科普一下，我是我们老师的第1届学生，所以我们老师其实很年轻啊，跟我们差不了几岁。3号还跟董打了乒乓，不过工作太忙，1年都打不到几次。海贼王呢还在继续看，路飞已经是15亿的大海贼了。尾田说5年内就会完结，尾田说的，看看就好。2018年，我的确买了自己的第1套房子，是姑姑借给我的首付，但是姑姑在2019年3月底去世了，跟爷爷一样是脑溢血。如果你能收到这封信，一定要帮我去看看姑姑，记得让她不要太辛苦，降压药一定要吃，帮我好好抱抱她。珍惜身边的亲人，好不好？还有一个目标是35岁买到跟奥迪 R8 同样级别的车， R8 应该是不会买了，2017年它就停止更新了，同级别的车我一定会努力做到的。最后感谢你的鼓励，现在的我28岁，的确有很多的烦恼和压力，我准备离开无锡去杭州发展，但我一直没有下定决心，因为会增加我很多的成本，我现在有个小的工作室。但是正巧你给我的这封信鼓励了我，一定要努力，一定要加油，所以我坚定了去杭州发展的计划。看到你对我的鼓励，我当时真的是哭得稀里哗啦。感谢你一直以来的努力和坚持，我现在会接替你，为未来的我负责，一定会做到对自己的承诺，一定会做到对自己的承诺。感谢18岁的你。2020年10月10号。这一封信我会加在10年前我给自己的这封信的后面。虽然我写了这封信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寄给10年前的自己，因为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，我们顶多可以看到过去自己发生的事情，但是绝对不可以参与进去的。所以希望10年前的你可以看到。